这个塔建于西元6世纪左右，一直到现在，超大转经轮。我现在进来这个大佛塔里面，烫爆哇！好像太阳晒了之后，它就会有这种裂缝。这边有卖一些小零食杂货店，写中文的喜马拉雅的咖啡。哦，下车了。刚才司机讲一整路没办法录哦，然后这趟车资是575块，他最后在那边点，因为我给他很多20块、10块的小张，他点说少20，但我点了2次、3次都确定是575，他说少20，我就算了，就给他，刚好身上有20。我觉得是不是哇，空气真的很不好。加德满都首都生活不易啊。就会碰到一些反映人性真实面的事情，但没关系。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大佛塔旁边，我们来逛一下这个大佛塔。我今天眼睛就张不太开了，因为我有点鼻塞。买到票了，外国人1个人400卢比。我现在正后方就是这个布达 Stupa 博拿塔。这个塔建于西元6世纪左右，一直到现在，中间经历过几次地震，有些破坏，然后他又把它重建起来。上面有一个。大顶就有一个一样是眼观四面的佛眼，然后呢，这个佛塔它旁边是环绕转经轮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好像不让转了，是不是？还是以前就这样？有啊，后面还是有一些阿公嘛，跟你说手要伸进去转，那我看他们是手放进去转。手放进去转，好，在这边可以接触到非常多人的手，可以接触到非常多人的手，大家都这样转。照这边的规矩嘞，要么转就是要转奇数圈啊，13579，不能转双数圈。转一圈把它转完之后再转，如果要再转一圈的话，就要转3圈这样子。那现在我前方有一个四面佛，这些信徒们转到这边会过来拜一下。这边有个四面佛，看到有非常多，我觉得到处都是卖一样的东西，卖唐卡，卖这些各种颂钵，然后也是躺了好几只狗狗，就卖这些佛像啊、颂钵的。那我等一下再来好好的逛一下。哇，我看这个白色的圆顶，那个表面是粗糙的，它有点像天然形成了石灰岩，像土耳其的棉堡。还有黄石公园的温泉那边，就是它的表面是好像是结晶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弄的。上面有人，是僧人，最上面有一颗钟。哦，后面这个建筑物很别致。然后这边它入口处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大佛塔莲师主庙及美拉玛吉莲师主庙，这可以进去吗？这边有一些这些香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香料吗？这有一些祭祀的用品可以买，一些鲜花、鲜果、鲜花。这边有一个超大的转经轮，看一下它怎么转的。超大的转经轮，这个阿嬷在转，超级大哎！最后再转一下，超大转经轮。哦，还是会不由自主的靠右，应该要靠左才对。上面2楼，哦，这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庙。哦，好像在录一些东西。上面还有层楼。这边摆了一些菩萨。哦，应该是他们的校外教学，这些是学生。哇，
这都在烧这些大型蜡烛，其实站在旁边是蛮热的。这不知道什么油，中间那个很像是石头，那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看这个已经烧成黑色了，不知道什么油。里面有一个超大转机轮，然后外面有一个超大钟。哦，它入口处有一个这个小小的，这个不知道什么，一个小佛堂，里面不知道祭拜什么。里面有僧侣在念经。他们都要奉献。刚刚信徒进去之前都会奉献。刚刚那个阿嬷拿了50块。这边的很多寺庙真的是富得流油啊，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宗教的 powerful。前面超多鸽子，这边应该有100-200只吧，超级多鸽子。超级多鸽子。我发觉这边还蛮喜欢听一些比较老的西洋，不管是情歌还是电影，就是这边放的西洋的音乐都有一点年纪了，他们都没有听最新的。我现在进来这个大佛塔里面，里面不能拍啊，也是一个大的转经筒。都是转经筒，超多铃铛的。他也没有看票，还是还没看？这白白的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边要脱鞋了，我决定自己拎着鞋，这边要脱鞋。哇，好烫哦，因为今天蛮热的。哇，超烫！我要脱鞋。哇，好烫哦！我现在赤脚走，鞋子在我手上，没穿袜子。哇，这修哎，哇，我踩不住了。这个旁边挂满了这个彩色旗，烫爆哦！阳光直晒这个，哇！但是这个塔真的很漂亮，白色的。它这不知道什么旗，刚刚那边底下有一大桶，也不是说一大桶，它一个区域都倒这个白色的旗。这个白色的旗，好像太阳晒了之后，它就会有这种裂缝。这就是我刚才在下面看到的，好像是那种天然形成的纹路，或者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，它结晶之后有这种很不规则的 pattern， 像上面也是有没有？这边更近了，它这圆顶还有那种很奇妙的这种石灰结晶，我猜它就是倒石灰水上去让它结晶，我猜的。这大佛塔其实就在机场附近而已。好，那我就继续走了。这有一堆写了经文的旗子，有些植物哎，哇，这个花好大。哦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我操，哦，好烫，踩不住了，好烫。好，现在我的脚底是处于3级烧烫伤的状态，我现在要赶快离开这里，因为实在是太烫了。今天太阳很大，而且我的喉咙越来越肿了。我今天就慢慢逛啊，今天可能就不排那么多了，今天慢慢逛。这边有卖一些小零食杂货店，写中文的。这边也是，这都写简体中文。它小小一个空间就开一间店，
善用空间，连楼梯下面的这个都把它定成柜子。这边是大佛塔旁边的商店街，有些佛具等等的，它很像我们台湾龙山寺或者是新天宫附近也是有卖类似这种鲜果、鲜花、零食，这种就是祭拜用的零食，拜完之后小朋友就可以拿回去吃，都是很像的东西，还蛮有亲切感的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又跑来吃我的 comfort food， 因为我感觉我又快中，应该说我可能已经中了，我现在喉咙有点肿。在大佛塔旁边找了一间越南河粉，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味道，而且越南河粉味道比较清淡。等我的佛来之前，我还点了一杯咖啡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咖啡啊，可能是喜马拉雅的咖啡。先不管了，因为我今天真的，大家看我眼睛，虽然我眼睛本来就很小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张不开，我不知道是空气太不好，还是我这边呼吸道有点感染，就是我现在眼睛真的就是感觉很疲惫。先喝一杯咖啡，今天用咖啡撑住，继续往下走。加德满都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，尼泊尔这边有做他们自己的咖啡，叫做喜马拉雅咖啡。好，我就只知道这个，我真的对咖啡没什么研究啊，我对茶和对酒比较有研究。那对我来说，这杯还可以哦，还算好喝啊。但就是比较淡，它比较淡，它没有那么浓郁啊。我不懂咖啡啊，我这边乱讲，就是鲜奶的那种粘稠度也比较低。然后这就是我的佛啦，佛应该也没什么好拍的吧？我就试味道啦，跟大家试一下味道。在尼泊尔吃越南佛是怎样的味道啊？应该很少人会跑来尼泊尔吃越南佛吧？只有我，因为我真的快中了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这边的豆芽菜好细哦。然后这边的佛是给 mint， 弄几个。美国都是给9层塔，法国有给 mint， 我在法国有吃到给 mint。然后它这个酱是辣的，我不要了，看起来就是辣椒酱。哦，美国都是用那种，那叫什么啊？哦，李锦记的啊，我现在大脑一回来，李锦记海鲜酱，我都会海鲜酱加它的辣酱混在一起。那你们吃佛的习惯是怎样？留言区告诉我。我现在来嗑我这个佛，我觉得我在美国吃到的佛，它味道比较复杂，它这边比较单一。因为佛都会写什么佛23、佛31、佛35，就说什么23就是他们有用了23种不同的香料等等的，但他这一家是佛99，应该是不可能用到99香料。好，我就把它嗑完好不好？我希望这碗吃完之后，我的喉咙痛就可以得到缓解。我的 comfort food， 鸡肉口味的佛。好，先这样。加德满都的动物都饿不死，路边有超级多动物，有牛有狗，牛比较少啦，但有看到狗非常多。因为在印度教的寺庙，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撒米撒饭，就煮熟的饭或是生米、玉米各种食物放在神像前面祭祀，然后到晚上狗就可以去吃。所以在这边的动物都饿不死，到处都有东西可以吃，像。他们也会很多人固定时间去喂鸽子，所以鸽子也都吃得肥肥的。你看，现在就有人在撒，这阿北在喂鸽子，有没有？阿北在喂鸽子。所有的鸽子都在。鸽子广场。好了，吃饱喝足，继续下一个点，走了。